没打中，让软弹飞一会儿。CNC 的限量版挑战者到手已经半个多月了。之所以一直没更新呢，主要是之前已经抢先玩到了那只工程样机。那这一支相对正式的产品啊，我还是想更仔细的研究一下，来聊一点深入的东西。因为说实话，这支限量版到手以后肯定是没有工程机刚拿到的那种兴奋感哈。毕竟作为一款电缸发射器的基础功能呢，之前已经都体验过了。但是经过我这半个月以来的摸索啊，包括跟北青本人沟通了解的技术细节，还有一些 UP 主下场以后的反馈，应该说这支先行的限量版还是有不少新的感受可以跟大伙分享一下。挑战者马克3型的限量版内置的是 ES 系统全数控软弹电缸波箱，这个在之前的工程机上手那期视频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如果没看的话，建议先去看看那期视频。有很多水友比较关心挑战者各个版本的问题。那我入手的这款 CNC 限量版其实是属于非公开发售的，主要面向的是国内外的视频博主、代理商，包括一直关注轻武库产品的一些核心玩家，总共只有100只。正式发售的只有2个版本，就是 Pro 和标准版，用的都是注塑外壳。具体细节上的区别呢，等到大货发售的时候，我还会再做一期上手的内容。限量版用的是铝合金 CNC 的机匣盖。整个发射器的外观跟工程机相比没什么大的调整啊，依然沿用的是大护弓短攻击头的 SMG 造型，可以确定这也就是大货版本的外观样式了。全重1950克，比工程机略轻了一点点，其实就是前面的导轨还没有发过来，差了几十克的重量。外形尺寸仍然是60到70厘米。外观细节上跟工程样机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所有的金属件都做了表面处理，看上去精致多了。这个上盖表面做了很精细的氧化，我选的钛色，镜头里面可以看到淡淡的绿光，不过肉眼看并不明显啊。氧化以后的金属光泽相当有质感。上盖左侧有全球限量版本的标志，包括下面的编号啊、ID， 还有自己选的刻字内容。我刻的这个EV0号机有点中二，不用太关注。机匣盖左右两侧已经打上 Challenger 的铭文，相当于是正式确定了把挑战者作为发射器的名称。顶上跟机匣一体的标准导轨，瞄准基线稍微有点低，可以考虑装一个增高镜桥。铝合金的回膛基片做了氧化处理，同时垃圾柄的尺寸大了一圈，拉起来更方便。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之前工程机上手的视频里面，我提到弹簧释放状态下没有办法直接拉动上膛的这个细节，其实是表述不够完整的。那通电以后，扣动一次扳机，让弹簧和活塞处在预压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拉动垃圾柄，来实现首发上膛的功能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空打一发来上膛，但很明显啊，大家都会觉得用手拉更有仪式感。发射器的整个下身外壳，包括攻击头、还有拖垫、托塞板这些零件，仍然用的是尼龙烧结工艺，强度是足够把玩和下场的。但是白色下身不耐脏，倒确实很难避免。我每次把玩都得肥皂洗3遍手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搞什么邪教仪式。那就算这样，握把还是有点开始变色了。好在官方表示，大货上市以后会补发全套注塑外壳零件，到时候直接换上就可以了。握把和下身连接的大护弓可能会在换手的时候不太舒服，不过这个造型我觉得还不错，各有取舍吧。左侧就是4档电子快慢机，还有金属的空挂释放，跟工程机没什么区别。另外后托的2根铝合金连杆也做了氧化，看着很舒服。扳机仍然是电子开关，但里边增加了一个力反馈的杠杆结构，用来模拟机械扳机的手感，这个小细节用心了。这次限量版原厂给的弹匣还是跟工程机一样的光固化弹匣，可能存在脱弹板不顺畅、弹簧力度偏大的问题。压满20瓦软弹，有的弹体海绵就要变形了。这个呢，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注塑版本的弹匣是非常顺畅的，到时候厂家也会给补发。不过有拿着它下场的水友反映啊，这个弹匣释放键右手持枪的时候，拇指很难够得到。其实我之前上手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因为本身我的手比较大，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但因为握把需要容纳弹匣比常规发射器略粗了一点，弹匣释放的位置确实对手小的玩家不太友好。那北青现在也设计了新的延长释放杆，这个改进应该可以在大货上看得到。前节攻击头里内置硬线管略有调整，管子比较短，里边做了8根阳线。原厂铝合金枪管可以适配市面上大部分的第三方鱼线管，拔掉前销钉就可以拆掉攻击头自己升级。2根快拆销钉固定机匣盖，维护保养确实都很方便，包括换电池也是直接抽出来就能开盖安装。原厂给的花牌电池换成了 SD30U 的接口，30C 放电率11.1伏电池，容量1100毫安时，差不多可以支持20个弹匣的连续射击。这里可以看到推弹杆的密封欧圈前端增加了一个很大的倒角，经过实测，这个优化基本上解决了全自动发射啃弹的问题。相比主流的手拉和飞轮系统我觉得挑战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无延迟激发的基础上，提供了稳定的半自动模式以及模拟后坐力的体验。就是说，这个无延迟的半自动激发起来的干脆的感觉比飞轮停机那种延迟好几秒的防空警报要爽太多了。回膛呢，其实是相当于电钢系统附带的功能，因为即使没有基片，那推弹杆本身也是会有附近动作。挑战者是市面上第一款带有真空舱挂机功能的电钢软弹发射器。当然，之前的视频里边也提到，它的空舱挂机是靠弹匣托弹板上的磁铁触发传感器来实现的，并不是纯机械结构。跟真铁一样，重新装弹以后再释放空挂，就可以省去一次上膛的动作，这个体验还是相当过瘾的。根据一些 UP 主下场的反馈相对于现有的手拉主打精度、飞轮近距离冲锋的玩法，挑战者很好的补足了15米左右中距离对抗上的火力持续性，同时还能保持相当高的精度，对现有的软弹下场体验应该说会有很大的提升。不过呢，你要是指望拿着挑战者就可以去 NERF 场屠杀虐菜，那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技术太菜，给您加特林也不好使，你说是吧？发射器的精度不光要看本身的结构设计，更重要的一点还得看弹药的质量。这个逻辑不光适用真铁，在软弹上体现的也非常明显。同样的距离上，2块一发的除节弹散布就要比工匠3代子小一些。上个月北青公开了他原创的3环弹思路，就是给软弹的海绵体上用电烙铁烫出来3个均匀的环，一方面降低摩擦阻力，另一方面稳定海绵弹出膛的气流，总之就是能进一步提升精度。我用 P90 大佬提供的3环样品，在弹道上确实有肉眼可见的提升。10米距离上，即使是立姿全自动发射，散布也可以压缩到10厘米的圆盘靶以内。瞄距归零以后，半自动单点验核相当的轻松。不过烫3环还挺麻烦的，对于我这种手癌来说，肯定更期待有工作室能做点成品。因为挑战者的活塞预压缩设计，发射器用完以后一定要注意及时释放主弹簧，不然压缩弹簧时间长了，肯定会有金属疲劳的变形。ES 系统的数控电钢有一个释放主弹簧的小程序，通电情况下先关闭保险，再扣住扳机，然后把保险打到半自动档位，3秒以后主弹簧就会自动释放，还是挺方便的。如果没电的情况下，也可以物理释放，就是用螺丝刀直接捅波箱屁股上的小洞，那里边有一个复位开关，捅到底就把弹簧释放掉了。注意不要捅错了洞我觉得这个是咱们水友很常见的问题。目前的限量版使用的全功能波箱，除了基本的活塞预压缩、回膛和空挂以外，主控系统还引入了全新的自适应算法，就是当电池电压出现波动或者弹簧使用久了以后，弹性系数发生变化，整个系统会根据传感器的数据实时调整电机的输出功率和组铁释放的时间，是不是有点智能波箱那味儿了？不过目前这个算法仍然需要进一步优化，来保证长时间全自动设计的稳定性。其实发射海绵弹的电钢发射器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新加坡的 SB 也有一款售价2500刀的电钢软弹发射器，不知道有没有水友玩过，反正我是买不起。另外还有水友提到一款孩之宝的上古产品 ECS60， 可以说是电钢结构 NERF 的鼻祖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电钢系统一直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畅快的无延迟激发就更别奢望了。那轻武库的这次尝试呢，应该说是为电钢系统的软弹发射器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引入芯片控制的 ES 系统，能够实现很多机械结构难以企及的功能。
包括接下来即将会问世的无线控制手环，都会给软蛋发热器带来全新的玩法。目前来看啊，这支限量版的挑战者仍然有很多细节优化不足，包括弹匣释放、空挂释放在人体工程学设计上的不足，ES 系统主控的自适应算法的优化。但作为首款国人自主研发的数控电钢波枪系统，包括完全原创的主控程序，都足以让挑战者称得上是一款次世代的软弹发射器。手臂限量版实际上也正是在为大货铺路的小白鼠啊！我相信北青根据咱们限量版用户的反馈，进一步优化以后，上市的大货应该会是一款非常成熟的产品。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哈，更新不是很及时，给大伙道个歉。接下来我尽量稳定在周六更新吧，如果没做完，那就只能怪资本家把我剥削的太狠了。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视频再见。